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藏在八字命里最深处的秘密。这个秘密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顺与逆，关系到我们究竟该把有限的心力花在什么地方，也关系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想不通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拼了命去追钱，钱却离他越来越远，身体越拖越垮，家里越闹越乱，而另外有些人看起来与世无争，甚至清贫朴素，福气却像春天的溪水一样源源不绝地流到他家门口，晚年安稳，儿孙敬重，连走的那一刻都从容自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有的人一辈子精明强干，算盘打得比谁都响，什么机会都不肯放过，可到头来却总是财来财去，一场空忙，甚至越是拼命去抓，漏得越快。也有的人看起来憨厚老实，从不与人争利，却好像总有贵人在暗中相助，日子过得稳稳当当，晚景一片祥和。这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难道真的只是运气好坏这么简单吗？不，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这里头的门道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浓缩成短短一句话：身弱之人切忌求印不求财。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它背后藏着的是我们老祖宗看透了人性与命运之后留下的一记当头棒喝。而在100多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里，这个秘密曾经借着一个乞丐的口，一句话点醒了近代佛门最了不起的一位高僧虚云老和尚。那时候，这位后来活到120岁的一代宗师正倒在黄河边一座破茅棚里，冻得奄奄一息，命悬一线。一个乞丐，一位快要冻死的和尚，一锅刚刚煮化的血水，这里头究竟藏着怎样的天机？一句什么样的话能点醒一位即将名震天下的大德？而这个发生在雪地里的故事，又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着怎样切身的关联？我们今天就从这场风雪讲起，一层一层把这个埋藏了千百年的秘密彻底揭开。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认识一下虚云老和尚这个人，因为只有明白他是谁，我们才会懂得那一句话的分量有多重。虚云老和尚俗家姓萧，字德清，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一户官宦人家。他的父亲是读书出身，做过地方上的官。按理说，这样的家世，这孩子这一生本该是锦衣玉食，前程似锦的。可是命运跟他开的第一个玩笑就残忍得让人心疼。他一出生，母亲就因为难产离开了人世。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看母亲一眼，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娘，就已经和母亲生死两隔。母亲用自己的命换来了他的命。他是被树母一手拉扯大的，一个从小就没有见过生身母亲的孩子，心里那道缺口是任何荣华富贵都填不满的。这一份对母亲刻骨铭心的亏欠与思念，像一根针，深深扎在他心里，扎了几十年。这一点请大家先牢牢记在心里，因为他和后面的天机有着最深最深的牵连。年少的虚云并不留恋家里的富贵，他从小性情就与众不同，一接触到佛法，就像久旱逢甘霖，整个心都被那份出世的智慧攫住了。19岁那年，他不顾家人的百般阻拦，毅然出家，跑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为僧。从此他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了求道这一件事。他割舍了亲情，告别了富足，一头扎进了苦修的生涯。年轻时的虚云修行起来近乎苦到极致。他曾经效法古代的祖师，散尽衣物，一个人跑到深山的岩洞里去住，天当被，地当床，饿了就吃些松果野菜，渴了就喝山涧的清泉。就这样一住就是好几年，头发胡须长得老长，衣服破得只剩下一块布勉强遮身，远远看去简直就像一个山里的野人。有人见了他还以为是遇到了鬼，吓得撒腿就跑。他也懒得解释，只管一心参究自己的生死大事。可是有一回，他下山遇到一位得道的老法师，那位老法师看了他的修行，
却对他说了一番让他终身难忘的话。老法师说，你这样枯坐山洞，冥想苦修，看起来很精进，其实已经偏了，这近乎外道。就算你这样修，能修到万年长寿，也不过是修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仙人罢了，离真正的佛道还差得远。就算你证得了初步的果位，也不过是个只顾自己了脱的自了汉。真正发了大心的菩萨，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既要度自己，也要度天下人。这番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年轻的虚云。原来光是苦，光是熬，并不等于修行。真正该去求的，不是那个孤芳自赏的枯坐之功，而是那份能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智慧、大慈悲。这其实已经是求印不求财这个道理的另一种说法了。求的方向对了，路才走得对。这件事也为他后来一生的格局埋下了伏笔。一晃眼20多年过去，他回头一看，自己虽然吃了无数的苦，道业却依然没有大成，终日像浮萍一样随风飘荡，心里生出深深的惭愧。而更让他放不下的，还是那份对父母的亏欠。母亲为了生他而死，父亲因为他离家出走而伤透了心，辞了官，也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份天大的恩情，他一辈子都觉得还不清。越是修行有德，越是觉得这份恩该报。于是在43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个常人听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他要用最笨、最苦也最虔诚的方式去报答父母的深恩。他决定从浙江普陀山的法华庵起香，3步一拜，一路拜到山西的五台山。大家想想看，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从东海之滨的普陀到华北内陆的五台，横跨好几个省份，足足有几千里之遥。而他要走的不是坐车，不是骑马，是走3步就俯下身子，五体投地，磕一个头，然后再起身，再走3步，再磕一个头。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拜一拜，把几千里的山河大地用自己的整个身体一寸一寸地丈量过去。刮风也拜，下雨也拜，烈日晒也拜，饥肠辘辘也拜。他一路只念着菩萨的圣号，把苦乐饥饱全都抛在脑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拜到五台山，替父母求菩萨加倍。当时有几位僧人发心陪他一起走，可是走着走着，一个个都受不了这份苦，中途退了回去。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继续向前拜去。这一拜就是整整3年。3年里，他遭遇的凶险与磨难多到数不清。后人把他这一生经历的种种九死一生的大劫难整理出来，称之为老和尚的10难。而我们今天故事的关键，就是这10难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几场，全都发生在这条通往五台山的朝圣路上。那是第2个年头的一个严冬，他拜到了黄河边上。渡过黄河之后，天色已经很晚，四下里荒无人烟，只有路旁有一座摆过小摊的破茅棚，早就没有人住了。他就在这座四面透风的茅棚里歇脚，盘腿坐下念佛。谁知道当天夜里，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第2天早上，他睁眼一看，整个天地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琉璃世界，积雪深达好几尺，早已看不清哪里是路，过往一个人影都没有。他被彻彻底底地困在了风雪之中。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煎熬。这座茅棚没有一点遮挡，寒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他起先还能勉强打坐念佛，可是又冷又饿，慢慢的只能蜷缩在角落里。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肚子越来越饿。1天过去，2天过去，3天过去，那场雪还在下，那份寒还在逼，那份饿还在啃噬着他。他已经奄奄一息，可心里的那句佛号却始终没有断。就这样，他渐渐陷入了昏迷。到了第6天下午，雪总算停了，
天上勉强露出一点太阳的影子。可他这个时候已经病倒在雪堆里，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平常人，走到这一步，冻饿交加，孤立无援，眼看就要客死荒野，恐怕心里早就充满了绝望、恐惧，甚至后悔。后悔自己何苦要来受这个罪，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选这么一条绝路。可虚云老和尚后来回忆说，即便到了那个生死关头，他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因为他这一趟本就不是为自己求什么荣华，不是为自己求什么财富，他求的是替父母消业，是愿父母早生净土，是一份纯粹到极点的孝心和道心。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因为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机的第一层。这个世上大多数人拼搏一生，心心念念求的都是财，是那些看得见抓得住的名利。可虚云老和尚把命都豁出去了，他这一路求的却从来不是财，而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生生世世庇护一个人的东西。他求的是恩，是孝，是道，是智慧，这就是印。一个人求什么，往往就决定了他这一生会遇到什么。而虚云老和尚接下来遇到的正是一场印的最极致的显现。就在他快要冻死在雪堆里的第7天，转机来了。一个讨饭的乞丐路过这座破茅棚，这个乞丐看见雪堆里躺着一个和尚，冻得话都说不出来，就知道是冻伤了。他二话不说，把周围的积雪拨开，用茅棚的干草生起火来，煮了一锅热腾腾的黄米粥，一口一口喂给老和尚喝。这热粥下肚，暖气一点一点回到身体里，虚云老和尚才算从鬼门关前被硬生生拉了回来。若不是这个乞丐恰好路过，若不是这一锅黄米粥，他当天就要冻死在那片雪地里，之后那些震动天下的成就也就通通化为乌有了。等老和尚缓过劲来，两个人才交谈起来。老和尚问这位救命恩人尊姓大名，从哪里来？那乞丐说，我姓文，名叫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我从五台山来，那里的人都认得我。一个从五台山来的乞丐，当时的虚云老和尚并没有多想，可他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看起来一无所有的讨饭人，究竟是什么来头。而更妙的还在后面。就在这雪地边上，这位名叫文吉的乞丐忽然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当时雪还没有全化，文吉取了些雪来当水用，准备再煮些黄米。他指着锅里的雪问虚云老和尚，南海有这个吗？虚云答，没有。文吉又问，那你们在南海喝什么？虚云答，喝水。等到锅里的雪慢慢化成了水，文吉又指着那锅水问了一句，那这是什么？虚云老和尚一时语塞，答不上来了。朋友们，这一问看起来平平无奇，可它偏偏就是禅门里最厉害的机锋。我们得好好品一品这里头的味道。你看，雪是这个东西，明明白白摆在锅里，可它一遇热，化了以后又变成了水。那么水是不是也还是这个东西？在南海这样的暖地，没有雪却有水，那雪和水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名字换了，样子变了，是雪，是水，是雾，是冰。可那个能变成雪又能变成水的本体，它究竟是什么？文吉这一问，问的根本不是雪，也不是水，他问的是虚云老和尚的那颗心。他是在点醒这位苦行的和尚，你千辛万苦来朝山，来拜佛，来求道，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追逐的那些外在的相，那些变来变去的形式，会不会也像这锅雪水一样，抓不住也留不下你真正要找的那个东西，那个如如不动，遇热不化，遇冷不生的本来面目？你看见了吗？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常常被眼前这些变来变去的相给困住？一会儿执着这个是好，一会儿执着那个是坏，一会儿为得到而狂喜，一会儿为失去而痛苦。
却偏偏忘了去看那个从来不曾改变，也从来不会失去的本源。一个乞丐在生死关头救了一个和尚，转手就用一锅血水给这个和尚上了一堂最高深的课，这已经足够让人称奇了。可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真正的天机还在后头。雪停之后，两人分开，虚云老和尚继续他的朝拜，可是命运的考验还没有放过他。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他45岁那年，他拜到怀庆府一带，因为城里不许挂单留宿，只能露宿在冰冷的路边。当天夜里就腹痛难忍，接着染上了痢疾。他拖着病体，一天一天勉强往前拜。拜到黄沙岭的时候，山顶上只有一座破庙，四面没有遮蔽。他这时候已经彻底走不动了，倒在庙里吃不下一点东西，一天一夜要腹泻几十次，虚弱的连动一下都没有力气。周围照样是空无一人，没有一个过路的行人。他又一次闭上眼睛，准备等死。就在这第二次的生死关头，深夜里，他忽然看见庙西边的墙下有人升起了火。他起初吓了一跳，以为是遇到了强盗，可仔细一看，来的人竟然又是那个乞丐文吉。他心里的那份狂喜可想而知。文吉走过来，看着他问：大师父，你怎么还在这儿？老和尚就把这一路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当晚，文吉守在他身边，喂他喝水。第二天又帮他把身上又脏又臭、沾满污秽的衣服脱下来，一件一件换洗干净，还给他熬了药。就这样细心照顾了几天，老和尚的痢疾竟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喝下2碗黄米粥，发了一身透汗，浑身内外都觉得轻松畅快，病很快就痊愈了。2次危难，2次都是同一个乞丐，仿佛从天而降，把他从死亡的边缘硬生生拉了回来。虚云老和尚满心感激，对文吉说：我2次遇险，都承蒙先生搭救，这份恩情我实在无以为报。接下来文吉说的话才是这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他先是很平淡地说：这都是小事，不必挂在心上。紧接着他看老和尚身体实在太差，就好心劝他：你从去年拜到现在，路才走了这么一点点，不知道要拜到哪一年才能到，何况你身体又这么弱，这样拜下去实在太难了，你不必非得一步一拜不可，用寻常的方式去朝礼，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听出这句话的分量了吗？这是在劝他放下那份执着，你何必死死抓住3步一拜这个形式呢？心诚则灵，何必把自己活活折磨成这个样子？这是一种何等高明的点拨。可虚云老和尚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的誓愿早就定下了，不管路有多远，不管要拜多少年，我一定要拜到底。我出生时没能见母亲一面，母亲为了生我而死，父亲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却背弃父亲逃出家门，父亲因我而辞官，又因我而短命。这份如天一般高，如海一般深的养育之恩，这么多年来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口，所以我立下这个誓愿来朝山，就是求菩萨加倍，愿我父母早日脱离苦海，往生净土，哪怕前面有千难万难，不到圣境，我死也不敢推这个愿。一个是劝他放下对形式的执着，一个是坚守对父母的孝心和誓愿。这一放一守之间，正是修行里最微妙最深刻的地方。放下的是我执，是对外向的攀援，坚守的是初心，是那份纯粹的孝与愿。而文吉听完他这番话，也被他这份至诚的孝心打动了，说：你这份孝心坚固，实在难得。我这回正好也要回五台山，路上没什么急事，我来替你背行李，一路陪你走，你只管专心去拜，这样你身上轻省了，心里也就少了牵挂，可以一心不乱。于是一个天大的福报就这样落到了虚云老和尚身上。从此这位乞丐替他挑着全部的行囊和口粮，让他能够心无旁骛地一路拜行。老和尚后来回忆说，自从有人替他分担了这一切，他的妄想一下子都平息了，外没有了物质的拖累，内没有了杂念的纷扰，
并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从早到晚，一天竟然能拜行40多里路，而且丝毫不觉得痛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当这个看似一无所有的乞丐主动替他扛起了那些沉重的行李，替他挡掉了那些世俗的牵绊，虚云老和尚的整个生命状态竟然彻底扭转了。原先是身弱多病，屡屡濒死，如今却是身心轻安，健步如飞。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股让他脱胎换骨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按下，因为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老和尚出于感恩，还对文吉说，等我拜到了五台山，我愿意把这一路修来的功德一半回向给我的父母，愿他们早证菩提，另外一半就送给你，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你看好不好？各位，你以为文吉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吗？没有。文吉的回答轻描淡写，却重若千钧。他说，不敢当，你这是为了尽孝，我这只是顺路而已，不必言谢。你是孝思，我是顺便，不必表谢。短短这几个字，藏着整个故事的第2层天机。大家想想，他救人，他布施，他扶持一个濒死的人走完几千里的朝圣路，这是何等的大功德。可他偏偏连一丝一毫的功德都不肯居，连一句道谢都不肯收，做了天大的好事，却丝毫不放在心上，不执着于这是我做的，不执着于我要得到什么回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已经不是寻常的善良，这是一种近乎菩萨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大慈悲。真正的施予者，施予的时候心里是空的，是不留痕迹的。这一点恰恰又和我们今天讲的天机暗暗相合，谜底终于要揭开了。后来这2个人一起同行，快到五台山的时候，在一座寺院里，那个接待的僧人看见文吉态度非常恶劣，对他们百般刁难，冷言冷语，不肯让他们留宿。文吉就对老和尚说，这里离五台山已经不远了，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就会有人替你送上山的。说完就先走了。奇怪的是，文吉前脚一走，那个原本凶巴巴的接待僧后脚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又是泡茶又是做面，客客气气地招待起来。老和尚满心疑惑，等他四处去找文吉道别，却怎么也找不到人了。等到他终于一路拜到了五台山，他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位救命恩人，逢人就打听，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文吉的人？可是他问遍了整座五台山，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他把这段离奇的经历说给一位年长的出家师父听。那位老僧静静听完，双手合十，说出了一句让虚云老和尚如遭雷击，当下恍然大悟的话。老僧说，你遇到的那个文吉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原来如此，原来那个在漫天风雪中救他性命的乞丐，那个用一锅血水点化他的讨饭人，那个替他挑行李却连一句谢都不肯收的穷汉，竟然就是五台山的主人，就是掌管一切智慧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五台山本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老和尚千辛万苦3步一拜要去朝礼的那位大菩萨，早就已经化身成一个最卑微最不起眼的乞丐，一路陪在他身边，一路救他护他点化他成就他了。这位大菩萨就在他以为孤立无援的时候，一直默默地走在他身旁。说到这里，或许有人心里会冒出一个疑问，文殊菩萨是何等尊贵的存在，是三世诸佛的老师，是无量智慧的化身，他若要来搭救虚云，何不现出千叶莲台，何不放大光明，何不以无比庄严的相貌降临呢？为什么偏偏要化作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让人一眼看去就想避开的乞丐呢？这里面其实藏着极深的一层天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一双势利眼。我们看人，先看他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有多少身家，
我们习惯了对高高在上的人卑躬屈膝，对落魄潦倒的人视而不见。可菩萨偏偏要用这样一个最卑微的形象来点化我们，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福德与智慧，真正能救你性命的贵人，往往不是穿金戴银，前呼后拥地出现在你面前，他可能就藏在那个你平日里最看不上眼、最容易错过的角落。你若是还带着那副势利眼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身边的人，那么哪怕文殊菩萨就站在你面前，你也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讨饭的，一脚把他踢开。虚云之所以能被救，不只是因为他求印心诚，更是因为他心里没有那份轻慢，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乞丐都怀着一份感恩与恭敬，这份不起分别的平等心，才是他真正能感通菩萨的地方。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才算是水落石出。为什么说身弱之人切忌求印不求财？这个藏在八字命理里的天机和文殊菩萨化身乞丐救虚云的故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别急，我们现在就把这层窗户纸一点一点彻底捅破。要听懂这句话，我们得先花点时间聊聊八字命理里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换算成天干地支，就是所谓的生辰八字。而在这8个字里，代表我们自己的那个字，命理上叫做日主，也叫日元。这个日主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本体，是整盘命局的核心。而其他的字跟这个日主之间的生克关系，就衍生出了命理上非常重要的食神。这食神听起来玄乎，其实道理很朴素。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凡是生我的、养我的、给我力量的，叫做印星；凡是被我所克制，需要我费尽心力去掌控和消耗才能得到的，叫做财星。此外，还有跟我同类帮我壮胆的比劫，由我所生，消耗我精力去表现的食伤，又克制我、管束我的官杀，这5类食神就构成了一个人命里的整个生态。而我们今天要重点看的就是印星和财星这一对。你光是听这2个名词的定义，天机就已经隐隐透出来了。印是来滋养我、托举我的，财是要我费力去驾驭、去征服的。一个是别人给我加油，一个是我要出力去搬东西。那印星到底代表什么呢？在命理上，印代表母亲，代表贵人，代表学问和智慧，代表庇护和靠山，代表名誉和福德，代表宗教信仰和修行，代表一个人内在的看不见的资源和底气。印又分正印和偏印，正印就像亲生母亲的呵护，温和而正统，主的是名正言顺的学识、福音与庇护。偏印呢，则更偏向那些偏门的、独特的才华，是一种另类的智慧。但不管是正印还是偏印，它们的核心作用都是一样的，就是生服我们这个日主，给我们补充能量。你可以把印理解成一个人的根，一个人的底气，一个人背后那双一直拖着他的手。而财星呢，财代表金钱，代表物质，代表财富，代表那些看得见、抓得住的享受和欲望。财也分正财和偏财，正财是那些辛苦挣来的稳定的收入，是血汗钱；偏财则是那些意外之财、投机之财，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无论正财偏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财是需要我们这个日主亲自去克制、去掌控的。我要有足够的力量，才能把这份财稳稳地拿在手里。明白了这2个东西，我们再来说身弱和身强。一个人的日主如果得到的生福多、力量足，能扛得起事、撑得住场面，这叫身强。反过来，如果日主的力量很单薄，根基不牢，精力不济，做一点事就觉得累，遇事容易内耗，容易被外境牵着走，这就叫身弱。身弱的人往往心思细腻，心地善良，可也常常容易妥协，容易被人的意见左右，去拼事业，身体又特别容易吃不消，
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人天生就带着这种身弱的特质，他们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格外敏感，格外用心，什么事都想做到最好。可正因为身子单薄，他们一旦硬撑着去和人拼抢，去扛那些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担子，就特别容易累垮，特别容易在人世的清雅中受伤。这样的人，如果一味听信外面那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说法，逼着自己去追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往往就是一场灾难。可要是他们能认清自己的特质，转而去走求印这一条路，去做那些能滋养自己，能借助贵人与团队之力的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身弱之人最大的福气，恰恰就在于他们天生懂得低头，懂得借力，懂得感恩，而这些正是招来贵人，招来福德最肥沃的土壤。老天爷其实是公平的，他给了你一副单薄的身子，往往就会在别的地方替你留下一扇通往印的门，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推门进去。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一个身弱的人这一生究竟该去求什么？命理上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老话，叫做身弱不担财。这5个字说透了多少人一生的困局。这是什么意思呢？财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承载，去掌控的。一个身强力壮的人，面前摆一座金山，他扛得动，玩得转，那是他的福气，那叫财为我用。可一个身弱的人，本身力气就小，根基就浅，你让他去扛一座金山，会怎么样？他不但扛不动，反而会被这座金山活活压垮。所以身弱的人如果一味的去追财，往往是求财辛苦，累个半死，钱还存不住，甚至因为驾驭不了这份财，招来破财，招来是非，招来灾祸，把本就虚弱的身体和运势拖得更加不堪。这就好比一个大病初愈，身子虚的只剩一口气的人，你非但不让他休养，反而逼着他去扛麻袋，去跑马拉松，那不是帮他，那是要他的命。我们看看身边这样的人还少吗？明明身子骨已经被工作掏空了，还在没日没夜的加班拼业绩，明明手里的钱守着就好，偏要去追那些高风险的投机，结果一场空，血本无归。明明能力和精力都有限，却硬要去撑一个超出自己驾驭范围的摊子，最后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这全都是身弱之人强求财星的下场。钱或许真的来了一阵子，可人也垮了，家也乱了，福也耗尽了。那身弱的人，出路究竟在哪里？出路就在那2个字，求印。因为印是生我的，是养我的，是源源不断给我补充力量的。一个身弱的人最缺的就是力量，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来扶一把，拖一把，养一养。而印星恰恰就是那个来滋养他，壮大他的东西。当一个身弱的人把心力从拼了命的向外追财，转向踏踏实实的向内培植自己的印，也就是去增长智慧，去积累学问，去修养德行，去广结善缘，去亲近贵人，去安顿身心，去皈依正法，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他的根会越扎越深，他的底气会越来越足。那个原本单薄瘦弱的自己，会被印的力量一点一点的养厚、养强、养壮，而这恰恰是最要命的关窍所在。等到自己这个本体强壮起来了，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原本你苦苦追求却怎么也抓不住的财，反而水到渠成的，心甘情愿地来到你身边。而且这一回，你终于扛得住了，也守得住了。这就是求印不求财这4个字里藏着的第一层现实智慧。它不是叫你不要钱，而是告诉你一个顺序，一个天机。先把自己养强，财自然会来。反过来拼命追财，只会把自己掏空，先强身后得财，这是活路。急功近利的好身求财，那是死路。我们的老祖宗在一本叫做《三命通会》的命理经典里讲的就更透彻了，
书里说，印绶这个东西是我气之源，是我生命力的源头，就像父母一样护佑着我们，让我们安享现成的福报。凡是命里印星得力的人，往往聪明多智慧，性情慈善，一辈子少病少灾，遇到凶险也能逢凶化吉。可是书里还加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说这种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吝财。什么叫吝财？这里不是说他小气，而是说这种有福有慧的人天生就对钱财看得比较淡，不那么汲汲营营，不那么死命的去追逐。你看，这不就对上了吗？真正有大福报的命格，反而恰恰是那种不执着于财，一心涵养自己内在的人。书里还说，印星只要不受损伤，这个人就多受父母的庇荫，资财现成，安享富贵，而且一生当中多能遇到贵人的提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这一句，一生多逢贵人提拔？这句话简直就是虚云老和尚那段经历的最好注脚。反过来，命理上还有一个很凶险的组合，叫做财来破印。对于一个要靠印来扶身的身弱之人来说，如果他被财迷了心窍，一头扎进去追逐财富，这个财反而会把他赖以生存的印给冲垮，给破坏掉。就好比一个人本该好好读书，好好修养，好好积累贵人缘，却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把读书的心、修养的心、感恩的心全都丢了，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古人有一句话说得极重，先财后印，必成其辱。一个人如果把追财放在前头，把养德养慧的印丢在后头，最终等待他的往往是屈辱和败亡。这是何等沉痛的警醒。好，命理的道理我们讲清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场黄河边的风雪，把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拍案叫绝、汗毛倒竖的天机。我们先看虚云老和尚当时的处境，他倒在雪堆里，冻饿交加，奄奄一息。这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身弱到了极点的画面？一个人的生命力已经微弱到了风中残烛、命悬一线的地步。这个时候，什么东西能救他？是财吗？就算你在他身边堆满黄金白银，堆满万贯家财，在那片冰天雪地里，那些财能给他煮一锅热粥吗？能给他生一堆暖火吗？能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吗？不能。财在这一刻一文不值，一无所用。真正救了他命的是那个化身为乞丐的文殊菩萨，而文殊菩萨恰恰就是印星最完美、最极致的化身。你细细的想想，印星代表什么？第一，印代表智慧，而文殊菩萨正是佛门里专门掌管大智慧的菩萨，号称大智文殊，是智慧的总代表。第二，印代表母亲，代表那个滋养一切、生育一切的源头。而文殊菩萨在佛经里被尊称为三世觉母，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的母亲，就像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护佑着每一个发心修行的人。你看，印是母，文殊是觉母，这难道只是巧合吗？第三，印代表贵人，代表庇护，代表靠山。而文殊菩萨2次在荒山野岭，在生死关头现身，把虚云老和尚从鬼门关前救回来，一路替他挑行李，挡灾难，成就他的道业。这不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贵人、最硬的靠山、最厚的庇护吗？看明白了吗？虚云老和尚这一生，他本身就是求印不求财这句话最极致、最动人、最有力的一个活生生的注脚。他这一趟3步1拜，求的是什么？他求的不是发财，不是扬名，不是任何世俗的好处，他求的是报父母恩，求的是父母能往生净土，求的是自己的道业能够精进，求的是那份至高无上的大智慧。这一桩一件全都是印，没有一样是财。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家性命全都压在了求印这一条路上。
而正因为他求的是印，那个掌管一切智慧与福德的文殊菩萨才会亲自化身下凡，一次又一次的来成就他。这就是感应，这就是同气相求。你求什么，就会招感什么。他一心求印，于是印中最尊贵的文殊菩萨就亲自来到了他的身边。再往深了看，还记得我们前面留下的那个问题吗？当文吉这个乞丐主动替虚云老和尚挑起了沉重的行李，这位老和尚为什么会突然从身若濒死变得身心轻安，健步如飞？现在我们终于懂了，那些被卸下的沉重行李，象征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背负的那些对财、对物、对外境的执着和牵挂。当文殊菩萨替他把这些世俗的重担通通拿走，让他能够一心一意的只求印，只向道，他这个原本身弱的人反而被印的力量给彻底托举了起来，焕然一新，判若两人。这难道不正是求印不求财这一条路能给一个身弱之人带来的脱胎换骨的巨大力量吗？当一个人放下了对财的执取，一心去涵养自己的印，他整个人的能量都会被重新点亮。我们甚至可以说，虚云老和尚往后的一生都是对这个天机的最好证明。他后来在56岁那年于高明寺参加禅期，在去的路上他不慎落水，在江里沉浮了整整1昼夜，七窍流血，被渔夫捞起来才勉强捡回一条命。可他心心念念要参加禅期，抱着病就去了。到了寺里，他因为身体太弱，婉拒了执事的职务，却又不肯说出自己落水的事，结果被误会成傲慢无礼，按照森严的寺规挨了香板的责打，病情变得更加沉重。可他就在这样的煎熬之中，日夜不停地用功参禅，把一切都放下，一念不生，连自己这个身体是什么都浑然忘记了。终于在某一夜，护持禅堂的人给他冲开水，一不小心水溅到了他的手上，手里的茶杯啪的一声落地摔得粉碎。就在那杯子破碎的一刹那，他积压了几十年的移情豁然顿断，彻悟了本来面目。一个摔碎的茶杯，一声清脆的破响，换来的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彻大悟。他后来留下的悟道之语，大意是说，杯子扑落到地上，响声清清楚楚，那一刻虚空当下就粉碎了。那颗多年来狂乱追逐不肯安分的心，也在这一声脆响里彻彻底底的止息了。大家好好品一品，这和文吉当年在雪地里问他那锅雪化成的水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香是会碎的，是会变的，是抓不住的，可那个能照见一切如如不动不生不灭的本体，才是我们穷尽一生真正要去求的东西。虚云老和尚穷尽一生所求的就是这个，这是最上等的印，是智慧的印，是觉悟的印，是能了生脱死的印。他终于求到了。于是他这一生虽然历经无数的苦难和劫波，屡屡命悬一线，却活到了120岁的高寿，众兴了一座又一座荒废的祖庭古刹，法脉绵延5宗，德泽苍生无数。而说到重兴寺院，这里头又藏着一层意味深长的味道。虚云老和尚一生重建了许许多多的名山道场，一座又一座，每一处在他到来之前都是佛像倾颓，荒草丛生，断壁残垣的凄凉景象。他每到一处就亲自搬砖挑土，带着大众一砖一瓦的把它重新立起来，订立清规，如法传戒。可是等到寺院修好了，规矩定好了，僧众安顿好了，他从不贪恋，往往只带着一顶斗笠，一把拂尘，一件破旧的衲衣，轻装简行的又走向下一个等待重建的荒凉道场。他一生经手的钱财，盖起的殿堂，可以说不计其数，多到旁人无法想象，可他自己却始终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他把所有的财都变成了利益众生的功德，都变成了让正法久住人间的印的。他这一辈子
都在替三宝求印，替众生求印，替天下的迷人求那份能够觉悟的智慧，唯独从不曾为自己个人求过一分一毫的财。这才是求印不求财这5个字最高、最彻底、最圆满的境界。聊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虚云老和尚是千年一遇的高僧大德，文殊菩萨化身相救更是可遇不可求的殊胜因缘，这跟我们这些整天为了柴米油盐奔波的凡夫俗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而且切身得很。因为这个天机说到底讲的正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该如何安顿自己这一生的大智慧。我们不妨诚实地问问自己，在这个把财富当成几乎唯一衡量标准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活得像一个身弱的人，却拼了命的想去扛那座根本扛不动的金山？我们是不是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健康，甚至陪伴家人的亲情，全都拿去追逐那个叫做财的东西了？我们熬夜，我们焦虑，我们把身子拖垮，我们把心弄乱，把和气弄丢，到头来钱或许是多了一些，可我们内在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个叫做印的根，却越来越干枯，越来越单薄，越来越荒芜。这难道不正是命理上最忌讳的财来破印？不正是古人苦口婆心警告的先财后印，必成其辱吗？其实从某种更深的意义上说，在浩瀚无垠的天地，变幻无常的命运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身弱之人？我们的力量是那么有限，我们的生命是那么脆弱，我们的福报是那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既然如此，我们这一生真正该做的，究竟是拼了命去追那些终将成空，我们也未必真正扛得住的财，还是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涵养我们自己的印，去读一点好书，尝一分智慧，这是求印；去修一修脾气，养一养德行，遇事多一份忍让和厚道，这是求印；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多结一些善缘，多帮别人一把，这是求印；去孝敬还在身边的父母，这更是求印。因为父母本身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最直接的那个印。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安顿好自己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神，这是求印；去亲近正法，让自己在这纷纷扰扰的世间有一份定力，有一个可以归依的地方，这更是最上等、最究竟的求印。当我们把生命的重心从那个永远也填不满的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转回到滋养自己、成就自己的印上，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那些原本苦苦追求却怎么也得不到的东西，那份福气、那份安稳、那份健康，那些贵人乃至财富本身，反而会像文殊菩萨化身的那个乞丐一样，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悄悄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尤其是走到了人生的后半程，这个道理就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来细细的去体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或许还有力气，还有那个心气去和这个世界争一争，抢一抢。可年岁渐长，我们终究要慢慢明白过来，一个人晚年的福报、晚年的安乐，从来就不是看他银行卡里有多少财，而是看他这颗心里究竟装了多少印。有智慧才不会老糊涂，有德行才会有人打从心底里敬重，有善缘遇到难处才会有人真心来帮，有一颗安定的道心，才能在无常来临、大限将至的时候不慌不乱、安详自在，走得从容。这些才是任谁也夺不走，能一直陪着我们走到最后的真正财富。财带不走一分，可印却能生生世世跟随着我们。讲到求印不求财，我们必须把一个道理说得再透彻一些，免得有人误会了。求印不求财，绝不是叫我们去做一个安贫乐道、一辈子与钱财无缘的穷人，它更不是叫我们排斥财富，把清贫当成一种清高。恰恰相反，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关于因果、关于本末的大智慧。财是果，不是因，印才是那个能生出果实的根。
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厚德载物，一个人能承载多少财富，多少福报，靠的不是他多会钻营，多会算计，而是靠他底下那块德行的地基究竟打得有多厚实。地基薄的人，你硬要往上堆金山银山，那房子迟早是要塌的，人也迟早是要被压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一夜暴富，却很快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是老天要害他，是他那点单薄的福德根本拖不住那泼天的富贵。所以真正的智者从来不会急着去抢那个果子，他懂得先去养根，先去培土，先去把自己的德行、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心量一点一点地扩充壮大。等到根深了，叶茂了，那财富自然就会像瓜熟蒂落一样稳稳当当地来到你的手里，而且来了还留得住，还能福荫你的子孙后代。你看虚云老和尚，他一辈子求的是印，是道，是智慧，可他手里经过的钱财，重建那么多座祖庭道场，何止千万，只是他从不把这些据为己有，散尽了也就承载住了。这才是求印不求财真正的深意。所以让我们在最后一次回头看看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个看似一无所有、衣衫褴褛的乞丐，却怀揣着三世诸佛之母的无边智慧；一个穷得只能沿街讨饭的人，却布施出了这世间最珍贵的救命之恩和最深奥的点化之语。这不正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富有，从来就不在外面那些看得见、抓得住的财，而在他内心那份看不见却取之不尽的印吗？那个雪地里的乞丐，比世间任何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都要富有无数倍，也尊贵无数倍。说到这里，或许我们每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感触都会格外深一些。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财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东西，总想着多赚一点，多攒一点，把一副身子骨当成铁打的，没日没夜的去拼。可等到年岁渐长，两鬓染霜，我们慢慢就看明白了。当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当一场大病说来就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身弱，才真正懂得这世上有太多的东西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身弱之人。我们弱在岁月不饶人的身子上，弱在说不定哪一天就要面对的无常面前。这个时候还一味的去求财，去操那些操不完的心，去争那些争不完的嫌弃，那才是真正的糊涂。真正有智慧的长者会在这个时候把心思转过来，开始踏踏实实的求自己的印。这个印是每天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把身子养得结实一点的那份福。这个印是儿孙绕膝，一家人和和气气，说说笑笑的那份暖。这个印是放下半生的恩怨得失，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清静下来的那份定。这个印更是能静下心来读一点圣贤书，念一句佛号，替自己的来世，也替儿孙多积一点德的那份慧。这些才是我们后半辈子真正该去经营，真正该去积攒的财富。身弱之人切记求印不求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句古老而深沉的箴言里读懂自己的命，也照见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别人肩上扛着的那座金山，只管低下头来，把自己心里那株叫做印的幼苗，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用真心去浇灌，去守护。等到有一天它长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你会发现你这一生想要的一切安稳与福报，早就已经在那一片浓密的绿荫之下静静地等着你了。而那位化身乞丐的文殊菩萨，那句藏着天机的话，还有那位在漫天风雪中一步一叩首求印不求财的虚云老和尚，也仿佛一直在时光的那一头含着微笑，静静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看着我们是否也能放下手中的执取，走上那一条真正回家的路。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